一起来看精彩短剧《领证当日遭退号，我令假联姻对象故事解说》。七夕是顾明书与裴石南约定领证结婚的日子，民政局人来人往，排队井然有序，眼看就要轮到二人办理手续，一场蓄意已久的恶作剧骤然上演，彻底击碎了顾明书满心期待的婚事。顾明书的闺蜜陶可当众亮出退号成功的界面，直接取消了两人的领证预约。变故突如其来，顾明书瞬间失神，周遭围观人群哄笑四起，人人冷眼旁观，坐等他狼狈难堪。常年温顺包容、事事退让的顾明书在此刻彻底心冷，他果断甩开裴石南的手，独自走到取号机前，给曾与顾家定下婚约的周慈发送语音，立下决绝约定，10分钟内带户口本赶到民政局，他便立刻与他领证成婚。在场众人纷纷调侃打趣，嘲讽顾明书满心满眼都是裴石南，爱得卑微又急切。众人坦言，前一日便抱团打赌，算计他何时会识破闹剧，可他全然不知，精心打扮，满心期许，笃定今日能顺利领证。这般模样在众人眼中格外滑稽。面对骤然强硬的顾明书，裴石南态度敷衍，毫无愧疚。他将一切归咎于顾明书太过粘人，过度依附自己，声称这场闹剧只是想敲打他，改掉他的性子，还傲慢扬言裴家少夫人的位置从来不是他轻易就能坐稳的。喧闹声中，民政局叫号播报响起，两人的登记号码正式作废。工作人员笑着调侃，民政局仅剩15分钟下班，催促他重新取号，言语戏谑。围观者纷纷起哄，笃定他舍不得放弃裴石南，终究会低头妥协。漫天嘲讽里，顾明书当众重申10分钟领证的约定，语气淡然却坚定，明确告知裴石南，这场他自以为有趣的感情游戏，他再也不会奉陪。顾明书的决绝只换来裴石南的不耐与指责，他毫无反思，反倒怪罪他无理取闹，小题大做，声称领证可以改天补办，没必要当众闹脾气摆脸色。这般颠倒黑白的态度彻底引爆了顾明书积压3年的委屈。他清晰揭穿真相，这场闹剧早已被众人提前策划，所有人知情隐瞒，坐等看他出丑，直至号码作废才刻意告知，最后反倒将过错全部推给他任性胡闹。他缓缓细数3年来被敷衍、被消耗的种种过往。上个月，他精心准备的生日礼物被裴石南藏进酒吧储物柜，让他独自苦寻3小时。3周年纪念日，他私自更改约会，将2人独处时光换成兄弟聚会，留他对着一桌冷菜独坐至深夜。春节期间，他故意谎报航班，让他在寒冬机场等候至凌晨。桩桩件件都是他不被珍惜的铁证。顾明书悲愤质问众人，一次次联手算计，刻意捉弄，看他失落崩溃，当真有趣吗？可众人毫无悔意，纷纷辩解只是无伤大雅的玩笑，反倒吐槽他大喜之日翻旧账，揪着小事不放，太过扫兴小气。顾明书冷冷戳破众人的虚伪，众人齐聚民政局，从来不是为了见证他的婚事，只是专程来看他的窘迫难堪。还有人假意劝解，称只是想帮他改掉粘人的毛病，并无恶意，劝他不必较真。面对众人的偏袒说辞，裴石南坦然承认退号是自己的主意。他辩解顾明书连日来反复核对领证流程，事事过度上心，让他倍感束缚压力，声称此举是想让他醒悟，婚姻不是人生全部，单方面依附与付出只会让彼此身心俱疲。这番冠冕堂皇的说辞彻底浇灭了顾明书心底最后一丝期许。他终于醒悟，自己3年来用心维系的双向爱意从来只是一厢情愿，在裴石南和他朋友眼中，他只是可以随意捉弄、肆意消耗的消遣。周遭调侃依旧不断，众人嘲讽他费心筹备婚礼、核对喜糖，卑微急切想要嫁入裴家，直言捉弄他只是偏爱看他窘迫委屈的模样，全然无视他的真心与难过。顾明书彻底看透这段感情的本质。过往无数次被伤害后，裴石南总会假意温柔安抚，他从前以为是偏爱包容，如今才看清是极致的精神消耗。先亲手打碎他的期待，践踏他的真心，再施舍一丝温柔，让他一次次自我妥协，反复原谅。他彻底明白，众人敢肆无忌惮拿捏欺负他，从来不是因为他性格温顺，而是裴石南从未真心护着他，默许了所有人施加在他身上的恶意。眼见局面失控，闺蜜陶可慌忙道歉，辩解自己以为可以重新取号，笃定2人终会成婚，才糊涂跟风参与闹剧。顾明书平静听完，态度决绝，他可以接受歉意，但绝不原谅任何伤害。距离顾明书联系周慈仅过去9分钟，大厅的嘲讽从未停歇。众人笃定他只是赌气闹脾气，终究会放下身段迁就裴石南，甚至有人拿出手机偷拍，想要记录他狼狈受挫的模样。众人纷纷起哄，调侃他方才质问裴石南时气场十足，
如今却沉默躲闪，撑不过片刻便会主动服软。还有人假意劝阻，假意安抚，温柔表象之下，全是冷眼看戏的漠然。所有人都默认，只要裴石南稍加安抚，顾明书便会立刻消气。裴石南也顺势说教，坦言自己从没想过不娶她，只是想借这件事改掉他粘人的性子，让他学会独立，给他台阶，让他就此接过矛盾。这番自我感动的说教，让顾明书心生极致厌恶。他冷冷戳破真相，今日所有的羞辱难堪，全是裴石南一手策划。他用恶意闹剧伤害他，再施舍虚假温柔，逼迫他顾全大局，为所有人的恶意买单。自私双标的行径让他倍感恶心。身旁有人纷纷感慨，顾明书爱了裴石南3年，温顺包容，极少争执，笃定他最多生气3小时，入夜便会主动低头示好。众人还提起旧事，从前裴石南谎称聚会10点结束，顾明书冒雨专程等候接送，他却刻意更换场地，隐瞒行踪，让他暴雨中苦等至凌晨。重逢后，他第一句话依旧是关心他的安危，无数次包容退让，从未换来半分珍惜，反倒让裴石南一行人根深蒂固认定他毫无底线，随叫随到，永远不会真正离开。此时民政局广播提醒，仅剩最后4个取号名额，10分钟后彻底停办当日业务。众人纷纷劝说顾明书见好就收，裴石南已答应次日补办领证，没必要执意僵持。裴石南也再度指责他意气用事，任性赌气，重申自己初衷是为他改正缺点，裴家少夫人的位置始终为他保留。争执之际，裴石南接到顾明书母亲的电话，顾母语气温柔，小心翼翼，询问领证是否顺利，还告知自己清晨6点便出门采购，做了裴石南爱吃的鲈鱼和顾明书最爱的酒酿排骨，满心期盼两人回家用餐，甚至暗自自责，怀疑是自己选的日子不妥，惹得裴石南不悦。听着母亲卑微迁就的模样，顾明书满心酸涩。他深知母亲的小心翼翼，全是因为自己爱得太过卑微，连累家人处处讨好迁就，生怕一丝不周便会褪去裴石南半分爱意。顾明书连忙接过电话安抚母亲，谎称只是取号出了小问题，让母亲不必反复热饭，先行独自用餐，还贴心叮嘱，若裴石南想陪朋友玩乐，切勿催促，免得扫了众人兴致。裴石南接过电话，轻描淡写告知顾母，只是顾明书闹小脾气，中午无法登门，后续会亲自赔罪。顾母依旧和善体谅，直言年轻人社交正常，甚至主动询问是否需要加餐招待他的朋友。可顾母的善意迁就，落在裴石南朋友眼中，反倒成了刻意攀附。有人低声嘲讽，顾家母女为嫁女儿费尽心思，一个死守纠缠，一个做饭讨好，手段卑微刻意。甚至有人刻薄诋毁顾母装可怜，攀附豪门。诋毁母亲的恶毒言论彻底激怒顾明书，他厉声制止众人，严肃警告谁敢再羞辱他的家人，他立刻报警核查所有偷拍视频，绝不姑息。顾明书的强硬换来的却是裴石南的呵斥，他指责他无理取闹，为难自己的兄弟，勒令他立刻收手，不许告知长辈，假意承诺后续会登门顾家赔罪。这一刻，顾明书彻底看清这段感情的不公。3年来，众人无数次捉弄羞辱他，最终需要低头道歉，顾全大局的永远是他。而始作俑者裴石南永远偏袒友人，冷眼旁观，从未为他的委屈出头撑腰。顾母在家中一遍遍热着饭菜，满心期盼2人归来，而裴石南的朋友们毫无分寸，无视僵持局面，只顾调侃玩乐，甚至提议去吃日料犒劳自己。民政局下班的最终广播响起，当日领证业务即将结束。裴石南故作温柔安抚，承诺次日亲自陪他重新领证，备好鲜花与仪式感，弥补今日遗憾。顾明书冷冷提醒他，母亲凌晨便起身忙碌，满心等候整日。可裴石南毫不在意，轻描淡写让顾母反复热饭，直言领证失败，归家也毫无意义，不必执着。顾明书做了最后恳求，只求他留下10分钟办完手续，兑现约定。可裴石南依旧觉得他自私任性，认为他逼迫自己丢下朋友，迁就他的执念。众人也纷纷附和，调侃他满心只剩婚嫁，不懂包容退让，明日便可补办，无需急于一时。裴石南的朋友更是劝说他不必妥协，笃定谅他片刻，他定会主动服软。3年矛盾皆是顾明书退让，众人坚信这次也绝不例外。望着眼前冷漠戏谑的众人，看着永远偏袒旁人的裴石南，顾明书彻底斩断3年执念。他平静告知众人，已为他们叫好网约车，12点10分准时抵达，奉劝众人不必坐等他妥协。10分钟后，所有纠葛彻底落幕。众人只当他放狠话，纷纷打赌，倔强不过5分钟，他终究会主动回头道歉服软。就在所有人坐等看他低头认错时，周慈准时抵达民政局。顾明书神色平静，
认真确认他的心意，坦言自己领证并非赌气报复，而是真心接纳两家联姻约定，自愿与他成婚。周慈温柔体贴，询问他是否需要低调隐瞒领证消息。顾明书果断拒绝，直言要堂堂正正持证成婚，带着自己的先生回家赴宴。此刻的裴石南依旧毫无察觉，悠闲核对婚礼流程，确认喜糖样式，笃定顾明书非自己不嫁。直到有人骤然惊呼，众人看到两人真实结婚证，瞬间全员哗然。起初无人相信，纷纷咬定照片是 P 图伪造，嘲讽他几分钟前还执着于和裴石南领证，短短10分钟不可能闪婚，只是故作强势演戏刺激裴石南。很快有人认出领证之人是周家独子周慈，众人这才忆起3年前顾周两家早已敲定联姻，若非当年顾明书与裴石南相恋，他早已嫁入周家。即便认清身份，众人依旧不肯信服，质疑无人会随身携带户口本，且民政局已然下班，根本无法办理手续，一口咬定顾明书只是嘴硬演戏。裴石南慌忙拨打顾明书电话，却始终无人接听，持续占线。彻底慌乱的他不顾朋友劝阻，火速驱车赶往民政局。有人仍不停劝解，认为顾明书只是故意拿捏他，只要他不低头，顾明书很快便会服软。裴石南未曾听从劝说，火速抵达现场，一眼望见神色淡然立在周慈身侧的顾明书，立刻上前呼喊，想要将他带走。周慈立刻上前一步，将顾明书稳稳护在身后，语气清冷克制，提醒裴石南与自己的妻子保持安全距离，切勿纠缠冒犯。妻子2字狠狠刺痛裴石南，他又惊又怒，拒不接受现实，怒斥结婚证虚假无效。周慈态度坚定，明确告知证件真实合法，受法律保护。顾明书坦然抬眼，彻底接纳了自己周太太的身份。裴石南的朋友们纷纷打抱不平，指责顾明书绝情疯狂。裴石南向来包容迁就他却为了初识的外人，当众忤逆伤害裴石南。顾明书眼神冰冷，字字清晰回应：周慈是他的合法丈夫，此生家人。而现场包括裴石南在内的所有人，皆是多余的外人。裴石南满心不甘，难以置信地质问：相恋3年，他温柔体贴，极尽包容，为何会为旁人果断与自己决裂？顾明书坦然回应：是他当众捉弄羞辱自己，亲手毁掉领证约定，他无情在先，自己便无需再有半分迁就不舍。裴石南仍在辩解，坚称退号只是善意玩笑，初衷是帮他改正粘人的性子，从未想过不娶她。早已空出次日时间准备补办领证，兑现承诺。顾明书道出真相，真正的玩笑需被调侃之人觉得轻松才算趣事。这场闹剧留给他的只有羞辱、委屈与恶心，从来算不上玩笑。众人依旧不死心，嘲讽周慈自作多情，笃定顾明书只是将他当作报复工具，断言他深爱裴石南3年，短暂闪婚做不得数，稍加哄劝便会离婚回头。面对众人恶意揣测，周慈淡然从容，表明他与顾明书的相处与选择是夫妻私事，轮不到外人随意评判。众人不依不饶，当众扒出顾明书3年的卑微过往，肆意嘲讽。深夜冒雨接送醉酒的裴石南，牢记众人喜好，精心筹备生日，种种付出被扭曲成卑微讨好，甚至刻薄告知周慈，他娶到的只是裴石南召之即来的跟班。不堪入耳的羞辱彻底激怒顾明书，他抬手扇飞出言嘲讽之人。他冷静表明，从前包容众人不是懦弱，只是顾及裴石南的颜面。从今往后，他对这群肆意伤他的人再无半分善意。被打之人恼羞成怒，肆意辱骂。周慈立刻将顾明书护得更紧，强硬警告对方，敢在辱骂触碰他的妻子，立刻报警追责，绝不姑息。裴石南的朋友们纷纷指责他不作为，抱怨众人皆是为他出头才得罪顾明书。如今顾明书动手伤人，他却冷眼旁观，逼迫他给众人交代，逼顾明书离婚认错。一直隐忍的裴石南终于爆发，厉声制止争执，接连质问众人是谁提议退号，是谁偷拍他崩溃视频取乐，是谁当众羞辱他的母亲，搬弄是非。众人毫无悔意，辩解往日玩笑皆是如此。裴石南从未制止，如今秋后算账太过双标，直言只是配合他的决定，不该独自担责。裴石南坦然承认退号是自己的过错，是他亲手推开了顾明书，但他同时怒斥众人，自己从未允许他们偷拍取乐，羞辱长辈，肆意伤人。众人的行径早已超出玩笑范畴，他强硬要求所有人当众道歉。此举引来众人强烈不满，纷纷指责他虚伪自私，为挽回前任背弃多年兄弟。众人戳破最残酷的真相：3年来，裴石南多次在酒桌上坦言顾明书离不开自己，默许众人随意捉弄使唤他。所有人的行为都是顺着他的态度而来，如今出事却全盘追责，极度不公。
众人纷纷转身离去，拒不道歉。陶可看着彻底决裂的局面，开口道歉，坦言自己从未真心想伤害顾明书，只是笃定二人深爱彼此，终会成婚，才糊涂跟风参与闹剧。顾明书眼神冰冷，彻底斩断多年闺蜜情。他质问陶可知晓母亲彻夜忙碌，自己满心期盼，却依旧联手众人欺骗捉弄。他明确告知陶可，既然他始终觉得伤害只是玩笑，二人从此再无交集，永不往来。看着决绝转身的顾明书，裴石南终于心生恐慌与悔恨。他低声道歉，坦言自己一直笃定，无论如何伤害胡闹，只要他回头招手，顾明书就会留在原地，从未想过他会真正离开。他红着眼眶剖析自我，是自己仗着被偏爱肆无忌惮，肆意糟践他的真心，习惯了他无条件的陪伴与等候。裴石南卑微恳求顾明书离婚，承诺断绝所有狐朋狗友，改掉所有毛病，只求一次重来的机会。周慈及时阻拦，严肃提醒他，顾明书是自己的合法妻子，不容外人纠缠打扰。顾明书清醒戳破他的心思，他此刻的后悔挽留，从来不是深爱心疼，只是无法接受永远依附自己的人彻底退场，不甘心输掉这场3年的感情博弈。不等裴石南辩解，顾明书彻底斩断所有念想，明确告知二人早已结束，往后相见，他必须恪守分寸，尊称他周太太，彻底划清界限。裴石南仍不死心追问，若今日没有退号，他是否不会离开？顾明书淡然回应，结局由他亲手造就，早已尘埃落定，无需多言。此时裴石南与陶可彻底爆发争执，陶可当众揭穿他的虚伪，闹剧由他发起，看热闹嘲讽的是他，如今却反向甩锅，装作无辜。陶可细数他3年劣迹，藏起生日礼物让他苦寻，更改纪念日约会让他空等，谎报航班让他寒冬熬夜受冻，次次伤害后假意安抚，转头屡教不改，日复一日消耗顾明书的爱意。陶可直言是裴石南的冷漠敷衍，肆意伤害，亲手将深爱他的顾明书推向别人，如今的结局纯属咎由自取。争执之中，裴石南戳破陶可隐藏3年的私心，他次次跟风捉弄顾明书，并非凑热闹，而是源于心底的嫉妒。他嫉妒顾明书能光明正大陪在他身边，嫉妒他的偏爱从未分给自己半分。裴石南忆起3年前官宣恋情当晚，陶可醉酒哭诉质问凭什么是顾明书，这句话他铭记至今。3年来，陶可所有的讨好配合，不过是借着伤害顾明书的契机，博取他片刻关注。私心被戳破，陶可彻底崩溃，坦然承认自己满心嫉妒。他嫉妒顾明书义无反顾的偏爱，嫉妒裴石南的目光永远只为顾明书停留，甘愿充当帮凶，只为换来他片刻的留意。陶可悔恨控诉，裴石南一直利用他的私心，让他做尽伤人的脏事，背负恶名。他一边嫉妒顾明书，一边愧疚于他的真心相待，次次被捉弄后的温柔安慰，都让他备受煎熬。陶可坦言，顾明书的离开是最大的解脱，他终于不必卑微讨好，围着裴石南打转，而裴石南只会守着可笑的优越感与一群趋炎附势的朋友，最终孤独收场。闹剧落幕，民政局门口只剩顾明书与周慈2人。周慈嘴角带伤，顾明书轻声询问伤情，想要为他擦拭伤口。周慈温柔安抚，身为丈夫，为妻子遮挡风雨是分内本分，还告知他不必急于适应婚姻，自己愿意慢慢等候，温柔陪伴。顾明书心绪复杂，坦言2人只是联姻关系，不必强求真心。周慈这才道出隐藏3年的秘密：3年前2家敲定联姻，是当时心向裴石南的顾明书主动放弃，他才暂缓婚事。这3年，他始终默默等候，如今得偿所愿。所有温柔真心皆是发自内心，从无虚假。知晓真相的顾明书满心动容，想起母亲忙碌整日的饭菜，轻声告知周慈家中有他最爱的酒酿排骨。周慈温柔回应，满心期待品尝他喜欢的味道。2人回到顾家，顾母看到周慈的伤势，满心焦急，得知是裴石南所为，当即怒火中烧，扬言要追责讨要说法。顾明书连忙安抚母亲，劝阻长辈动气，转移话题提及今日是周慈首次登门，不愿再提裴石南破坏喜庆氛围。周慈懂事化解尴尬，直言桌上为外人准备的饭菜已然不合时宜，长辈的心意该留给家人，往后他会熟记顾明书所有喜好，家中再无让他碍眼的事物。顾母满心欣慰，招呼2人趁热用餐，告知排骨加了桂花酱，精心焖煮1小时。周慈默默记下他的喜好，安静温柔陪伴在侧。饭后，不死心的裴石南托人传话，称已勒令好友删除偷拍视频，退出各类群聊，彻底断绝过往人脉。陶可满心悔恨，迫切想要当面道歉求和。裴石南拿出1枚戒指，谎称是提前预定，顾明书半年前看中的款式，想要弥补遗憾。
顾明书一眼识破谎言，指出戒指取货时间正是今日上午，从未提前预定。他直白戳破真相，若自己今日没有决裂，依旧傻傻等候，这枚戒指他永远不会主动赠予。他的弥补从来不是深爱，只是失去后的不甘执念。裴石南仍不死心，细数自己记得他胃弱胃寒、经期失眠等所有细节，自诩无人比他更懂顾明书。顾明书淡然回应，知晓从不等同于珍惜。他洞悉自己所有软肋喜好，却次次刻意伤害，视而不见。这般冷漠的熟知，远比一无所知更残忍。周慈再度上前阻拦纠缠，严肃警告裴石南不得再骚扰自己的妻子。裴石南放下所有身段，卑微询问是否还有回头余地。顾明书态度决绝，明确告知他早已错失所有机会。生日、纪念日、春节、领证日，他次次受伤后选择原谅退让，可他屡教不改，反复消耗，他的爱意与耐心早已被彻底耗尽，二人再无可能。裴石南仍心存侥幸，称自己永远是他的退路。顾明书果断拒绝，直言自己的婚姻安稳坦荡，永远不需要伤害过自己的人充当后路。历经满城风雨，顾明书不愿大办婚礼沦为谈资。周慈充分尊重他的意愿，备好家宴、正式婚礼、蜜月旅行3套方案，任由他选择。顾明书思索再三，最终决定举办正式婚礼。周慈当即安排团队全力筹备。婚礼筹备期间，依旧有闲人恶意揣测非议，嘲讽他将周慈当作备胎。周家远房姑姑假意规劝，声称男人宠爱难长久，劝他安分守己，勿与前任纠缠，败坏家风。面对假意劝解与刻意抹黑，顾明书从容回击。他直言早已听闻这位姑姑生活不顺，常年靠议论他人是非博取存在感。婚礼当日不真心祝福，反倒躲在暗处造谣搬弄是非，无非是见不得旁人安稳幸福。一番回击稳稳守住了自己的婚姻体面。